杭州陈凤英，民女在。陕西何义群，民女在。云南李彩飞，民女在。苏州杭景珍，民女在。苏州江家园，江家园，江思芷，啊，你家闺女呢？她不见了。不见了。他又躲到哪棵树上去了？公公，紫禁城没有树的。没。白长喜，何事耽误？回皇上，少了一个绣娘。少了谁啊？是苏州的江学文的女儿，江家园。苏州江学文？可是那个神针绣郎手江学文吗？正是皇上。那他上哪儿去了？来了！我来了！哎！哎呦，民女，民女！哎呦，民女！哎呀，江家园，来报道。江家园，不好意思啊，白公公，我来了。我知道，你每次都要用这种方式出现吗？过去。白长喜，奴才在。既然已经到齐，开始吧。遵旨，皇上。现在开始。好消息！怎么了？皇上让秀女们抓蝴蝶。抓蝴蝶？是啊，万岁爷英明睿智，突发奇想，要打破往年比试的规矩，认为善绣之人自然该骨肉均匀，有奇人异象，尤其是手腕骨的力道应该拿捏得准确，眼要明，手要快，要鼓到蝴蝶，还不能捏死它。哎呀，这既然不按规矩比试，那怎么会用捉蝴蝶的这个主意呢？有什么毛病啊？千里迢迢的从苏州奔过来抓蝴蝶，我家的肥猫都懒得抓蝴蝶呢，要我来抓？哼，猫最会抓蝴蝶了，找只猫来当绣娘好了。家园，家园，姑姑，快去扑啊！姑姑，多难看啊！快扑啊！快呀，小姐！哎呦！给你看好东西啊，这个特别好吃。哎呀，还想着吃，你怎么不去抓呀？不抓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可回去告诉老爷啊，说你在湖南狂吃烂赌的，还被人抓进了官府。别，你别告诉我爹。那就快去，快去，去呀！哎呀，就差一点。
白长喜，奴才在。这丫头灵光啊！是皇上。马点梅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你说今天怎么这么累啊？哎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赶快给我拿过来啊！佩云，咱们不得不承认，承认什么？承认你聪明？什么呀？咱们不得不承认，咱家后院那只肥猫，它太不容易了。抓耗子也就算了，原来啊，这抓蝴蝶还是个本事呢。它又没有桂花蜜，我呀，真是服了你了。哎，你哪儿想出来的点子啊？哼，服了我了吧？平常就知道会笑我吃，现在才知道这一吃啊，天下无难事。江家园，哎，干嘛呀？大呼小叫的，你使诈，你用奸计！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这招又不是我想出来的，那是天子万岁爷想出来的。谁知道要抓蝴蝶啊？万岁爷可没让你用奸计。哼，你又误判圣意了吧？这皇上圣明，他呀要的不只是会绣蝴蝶的手，他要的是聪明的脑袋，机智的绣娘。什么叫奸计？计本无中间之分，要看人怎么用。达到目的，获得成功，这就是好计。你早就知道内幕，早就知道今天比试的方式，所以你才会预先带着一罐蜂蜜在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姑姑，你早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姑姑早就已经告诉你了吧？你扯我姑姑干嘛？如果跟你姑姑真的无关的话，你怎么会用这样的奸计呢？姐妹们，江家园胜之不武，江雪敏徇私舞弊。对，就是胜之不武，徇私舞弊。方锦珍，你干嘛你？你这个小人，你比试赢不了我，没本事，还让我姑姑。你动手，你动手推我！你使奸计，你还动手推我！哎呦，我手好痛啊！没事吧？好你个江家园，自知理亏服不了人，你就动粗！姐妹们，他欺负人，他欺负人！你欺负人！让欺负人！你干什么？欺负人！仗着他爹是神针绣郎手，就可以随便乱欺负人了吗？说不定他爹早就知道内幕了。姐妹们，我们都被糊弄了！你还诬赖我爹，你敢把我爹扯进来？难道跟你爹没有关系吗？你还推我们，还打我们！我就推你怎么了？我就动手了。你呀，还不如是蝴蝶呢！我捏死你！给我打呀！江家园、杭景珍，你俩要不要脸呀？啊！竟然闹出这种事来，还说你们两个是从苏州来的同乡呢。谁跟这个野蛮人是同乡啊？江家园，你先动手打人，说起来，你倒还有理了。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。我要真想打他呀，凭他打得过我吗？你说什么？白公公，我错了，是我们的错，对不起了。哎，自己认错就行了，别扯上我，我可没错。好，对，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白公公，您别生气了，生气伤身体。哼，早说呀。江家园，你还穷追猛打啊？他都被打了，他都认错了，他比你识大体。他还打我了呢，你没看见啊？我没看见他打你，我只看见他认错，他就比你懂规矩。他血口喷人，他骂我姑姑，骂我爹，说我们早就知道题了。你都骂到我家里人了，我还能忍吗？哪有那么神奇的事情嘛？没有缘由的，预先在兜里揣一瓶蜂蜜，这是不是也太巧了？这事儿啊，倒还真是冤枉他了。除了皇上和我，那是绝对没有人知道到底如何比试。我错了，公公。这事儿啊，也怪不得你。谁都想在这一试中一鸣惊人，出人头地呀。是啊，公公。毕竟啊，能留在宫中担任巧儿，那是无上光荣啊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你再说一次。留在宫里
没什么了不起。那我倒想问一下江家园，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呀？哎呀，你说这儿有什么好玩的？还不就是吃的好点罢了。也就只有他。啊，只有咱们的皇上，他才能吃香的喝辣的呀。其他人啊，在紫禁城里，左右不就是个奴才吗？只有啊1品奴才和7品奴才之间的分别而已。有些奴才连个品都混不上，哎，这还有人眼巴巴的想进宫当奴才伺候人呐。说得好啊，这倒也是，谁一生下来就想当奴才伺候人呢？公公，我可不是说您啊，您可千万别误会。没什么误会，说就说了嘛。而且你也说得对，我还不就是个奴才？谁说的？白公公，您可是宫中堂堂的总管领事，可是官拜4品的总管太监呢。那又如何呀？照家园所说，我还不就是个4品奴才？不错啦，4品啊，好大的官啊，可以管好多人呢。就不能管你？你们两个，好了，别再闹了，别让人家再看笑话了。下午还有比试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等一下，杭景真，公公有何吩咐？你哪里受伤了？我这里有药。我手被抓伤了。公公，没事，我先走啦。小姐，怎么样？没受责罚吧？到底怎么样啊？啊，没事吧？江叔，你看，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景真呐，你是个明事理、懂规矩的孩子，这事儿让你委屈了。是公公大人有大量，不跟我们计较。还什么大人呢？那个丫头片子，不还直说我就是个奴才？那我可不服。天底下能够有几个人像公公这样位高权重的？且不说公公坐这个位子坐了这么多年，就说什么？就冲公公这样的尊姓，我也见不得别人羞辱您。怎么说呀？我娘也姓白，不说沾光，也觉得带着3分亲。哦，原来外家也姓白呀。是啊，公公，所以见到您就跟见了家人一样，觉得分外的亲切呢。哎呦，好啊，算起来，你也算是本家的闺女了。谢谢公公不嫌弃。哎呀，别玩了！哎，你真这么在白公公面前应答的啊？对啊，我就这么说的呀。哎呦，小姑娘啊，你可得罪人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不知道那个白公公啊，他心机阴险，城府很深，斤斤计较，老奸巨猾。他呀，尖酸。小祖宗啊，你刻薄啊，这话说不出来很难过的。我说你怎么到哪儿都死性不改，口无遮拦啊？要能改，能叫死性吗？再说了，明明你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，干嘛不让我说啊？有些话只能搁在心里去想，不能挂在嘴上。反正也来不及了，我说也说了，收也收不回来。而且啊，我压根就不想收回来，我就是觉得什么4品总管乱七八糟的。他准再说了。家园，这些年来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心眼儿啊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宫里，一句话说错，身家性命都会难保的。你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，就会闯下祸根呐。所以我不愿意进京，不愿意选上绣娘，我不要留在宫里。你可想入选刘宫啊？公公，景真很希望留在宫中。孩子啊，过来。公公，
可懂规矩？请公公教诲。周礼有在，刺绣，亦画乃次之，故画、绣二公，共其职也。公公的意思是，皇上要考画。皇上睿智英明，哪有那么容易让你料中呢？谨真愚钝，请公公明示。闺女，接下来的这些话我只说一次，你要仔细听着，听不听得懂，那就看你自个儿的慧根了。敬谨受教。第2轮比赛开始。大家听好题目：规矩。偏教最不懂规矩的人秀规矩。哎呀，姑奶奶，你说这叫什么题目啊？这规矩，这规矩要怎么绣啊？就算老爷来了，他也绣不出来规矩啊。我只听人家说过要守规矩、懂规矩，这怎么绣规矩啊？所以说呀，根本就没有人能绣出规矩来。这规矩啊，只有万岁爷自个儿知道。哎呦，什么嘛，不考花鸟鱼虫，考规矩。江家园，请遵守考场的规矩。万岁爷都没吭气儿呢，哪轮得到你来教我规矩啊？止步，不得无礼。哎，白承禧，不要吓着孩子。是皇上。规矩啊，这次皇上出的题也太难了。是，你说这要是花二鸟啊，规矩谁知道啊？也罢，竟出这种考题，输了也不丢人。哼，你怎么就认为家园一定会输啊？嗨，这第一关让他过了，那是蒙的。我说这回他肯定不能过。我说不丢人，那是因为他出的是这种考题。